我也是因为台湾人支持我，我才有今天。没有道理，今天有需要我发声的时候我不发声嘛。我说我们大陆生意可以不要做，没关系。地球这么大，又不是只有一个大陆，对。而且今天我们为台湾发声是合理的。你们台湾省有没有一辆快车？给你机会，你有多少辆车来？一起报来。杰尼龟，我现在冲着全球华人的面前，正式接受你的挑战。你要笑死我吗？啊？请问一下，我们的宝岛台湾有一条零次赛道吗？啊？你真的好好笑！我说你每一次的视频，你说话只是更暴露你的无知，跟你的可怜。绰号杰爷杰尼龟的，在日前直播时称，台湾没有一辆快车，引爆车界怒火。其中有30年赛车经验，人称赛车教父廖老大的廖智贤，实在看不下去，为此开设抖音、脸书账号，拍影片反击对方。决定这么做，全因杰尼龟踩了底线，让廖老大不顾可能丢掉市场，说什么也要跳出来为台湾发声。你有不行，你来崩我。其实他这种语气本来就是很糟糕，而且他在直播里面直播做了很多错的示范，比如说赛车场他不戴安全帽，他不扣安全带，没有穿合格赛车服。其实这在我们专业的人眼中来说，你都是在误导一些观众嘛，是不是？就是让飙车跟赛车就已经打上等号了。然后加上你的态度，让我们车界觉得老实说很蒙羞。那他今天既然指着鼻子向台湾来，我总要为台湾发声嘛。我一开始要出来发声的时候，代理商就先说出来，大哥不要，千万不要，千万不要，因为两岸之间吵起来的议题一定会到家，大家都会站在自己的这一方想象嘛。我太太就跟我说，老公你不要为了网络上一点小事情，弄到连生意都没有，我们大陆的生意怎么办？我跟我太太说了一句话，如果每个人都这样想，那谁挺出来？我们成立第一兔从台湾开始。一开始的时候也是在台湾卖内销，从一个艺人公司到今天的这么大的规模，我也是因为台湾人支持我，我才有今天。没有道理，今天有需要我发声的时候我不发声嘛。我说我们大陆生意可以不要做，没关系。地球这么大，又不是只有一个大陆，对。而且今天我们为台湾发声是合理的。我没有要求什么，我要求你跟车界道歉，你跟我们台湾车界道歉，这是一定要。你说台湾车不快嘛？第一点，第二点，改变你直播的内容，那种错误的那种讯息，还有你那种嚣张的态度。我觉得这场比赛不比都可以，就算你不比了，你道歉了，我会就把车做好，我还是要证实给你看，因为它有个成绩嘛，已经到400公尺8.93秒，破不了你的秒数，我捐款做时尚500万，然后我退出这个平台，我找他说，那你是不是你输了，你退平台，他不愿意答应嘛，不愿意答应就不愿意答应了，无所谓，但是那您还是会做到的，一定会，我也希望这件事能平息。反复改来改去比赛内容，本来狂妄呛虾，接着又龟缩不回应，让人雾里看花。但为比赛公平，廖老大火速买了同款车改造，买车加上改造费用，初估500万上下。他强调，不论杰尼龟要不要应战，自己都会比完，证明台湾有快车实力。厂房占地超过3000坪，车库里更是停满15辆千万超跑。现年53岁的台湾赛车教父廖老大，本名廖智贤，不了解的可能会误会他爱炫富，但其实他出身坎坷，孤儿的他名副其实白手起家，跌跌撞撞全靠坚持，才有 D2 奇遇集团。而那些名车用途是为了拿来测试自家产品性能。我从小没有爸爸妈妈，所以我是孤儿嘛，自己也不是很会念书，然后小学毕业以后也不想念书。所以就去了当学汽车的学徒。你问我说为什么要当汽车的学徒？其实不是我对车特别有兴趣。那个时候我百行百业里面唯一只有一个行业，就是你的学徒有地方住，就是汽车业。国小还没毕业嘛，什么都不懂，反正我就知道那里有的吃，那里有的住，就去了。我从13岁的时候白天去修厂修车，我晚上就在那个合作街那里有忠孝路，我就在那边那个党阿 B 那边帮他洗碗，洗了很多年了，我洗了大概有5年吧。到满18岁的时候，我可以去考驾照了。我晚上开计程车。白天还是在修车厂上班，后来就退伍了嘛，就开2手车店，然后在中间就转战变成人家的车手，因为还有多领一份薪水嘛。碰到一些车队上的一些零件上的消耗啊，或是故障啊，实在太贵了，一个避震器得10几20万，实在太贵了。然后自己就慢慢修，能修就修嘛，因为那时候经济也比较拮据。后来修成才了，变成其实这些东西并不稀奇，台湾都能做啊，所以就自己做了。你看我讲话有没有个疤？有哈，这个就是撞出来的，这在那个澳门大赛。现在应该比较不会，有时候走路会瘸一瘸，就是膝盖嘛，膝盖整个骨头是碎的，反而变成老板的才去受这么大的伤，而不是当人家的车手。我变成老板以后自己更拼命，为什么？你要想说，我现在推的是改装商品，我怎么说服别人买？唯一一样可以证明的就是成绩，带着赛车去跟他们比，
所以我把我的车子改好以后就送去日本比。送去日本比跑赢了以后，就可以顺便介绍给那些敌对的同队，你要不要代理我的东西？我这东西还不错。你那个你看18万，我这个只要18000。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的事业是用命撞出来的，就是这样子撞啊，人没死啊，事业被我撞出来了。这个绑滚架支撑了整台车的内部空间。这个绑滚架的用意就是车子被撞击的时候，保护车手安全。车子在翻滚的时候，撑住车子的驾驶舱，不要变形。谈及赛车，大众多少还是有刻板印象。身为赛车教父，廖老大除了让妻子重返队到坐上副驾陪他比赛外，也正式纠正错误想法。此外，他更让儿子成为亚洲地区最年轻进入职业赛的选手。廖老大分享自己的人生哲学，他强调读书不是唯一的出路。太太一定是非常反对，后来我把太太拉进赛车圈了，那他当我的副驾，我连续8年的时间跑那个越野赛，越野赛需要正副车手，他做了赛车做了8年。从开始的反对到后来的变成自己的兴趣，就一直到今天这样。因为我也只有国小毕业，书念的好是将来的出路的其中一条而已。但是其实要成功有很多路可以走，不一定得走念书这一条路。然后我跟我的孩子沟通的时候，发现他对车子的兴趣还蛮浓厚的。后来我跟他说，让他小学毕业就好了，让他在家自学。所以我孩子在14岁就进赛车场，从基础的赛车开始学起，他学 Go Car 啦，美诺方程式，就是这些小车开始学起。他是亚洲地区，我知道亚洲地区唯一一个17岁进入职业赛的选手。他不管是在修车方面啊，在电脑方面啊，在语言英文方面呢，甚至于在公司的整个营运方面，他学了很多。然后我也跟他说，你可以跟你的同学聊聊天，你懂得比他们多太多了。你念的是社会大学，其实赛车跟飙车很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可能有一些偏见，认为说赛车是飙车，它并不是。真正的赛车出门是用货运出去，用货柜或是用拖车运到赛车场卸下来。比完赛了以后，用货车又运回。所以我会建议飙车族们，你危害自己，危害他人，到赛场去名留历史，为自己人生画下一点色彩。讲到可以跟自己的孙子炫耀，阿公一剪哦，你看得你。对啊，你讲到你跟你儿子孙子讲，阿公一剪哦，在那个什么哪里什么赌关飙车跑第1名。所以应该是把它导向正面，希望这些年轻人大家能够听到我的说话，真正进来合法的赛事里面。其实我想要把台湾的车界推上去，其实台湾在车界里面认真的人很多，但他们都很辛苦。政府对支持上赛车也不这么支持，迫不及待，很多车队比较好的车队规模都外移到别的地方去跑。其实赛车是一个很大的环节，是一个产业链。像我们说每一年的澳门大赛，光它一场比赛既有的外来的移动人潮，有基本消费就58亿。那台湾很可惜，台湾的赛车业并没有被相关的单位很重视他们，并没有，所以车界的人都经营得很辛苦。所以我最大的目标是希望把这个行业很默默耕耘那些人赶快让他走出去，不然都要一直停留在台湾，真的很可惜。至今依旧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的廖老大，他说自己相信多做一点不会吃亏，反而累积力量回馈帮助别人。而目前自己最想做的就是让台湾的赛车界被重视，走入国际。